尊敬的饶雪漫老师你好，我想给您推荐一位演员，下面是他的表演片段。行，那我今天晚上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他们要是觉得行的话，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老师。爸爸，好了。你之前让我去打听的那个艺考机构，我差不多问清楚了，就是我们学姐去年走的那一家，你看一下，他们马上就可以有集训了。什么艺考机构？不行啊，这不行啊，还不行。不是你答应我的，我要是问清楚了，你就送我去吗？你一个女孩加一个学生，上哪儿问清楚啊？在网上查那几个信息，网上信息都是鱼龙混杂的，多少机构皮包公司就等着骗你们呢。不是皮包公司，我学姐去年就是在这儿走的，她去。你闭嘴啊！你别提什么学姐，这事儿不可能，你甭想了。不是你答应我的，我问清楚了你就送我去的吗？我现在问清楚了。问不清，你赶紧几点了？几点了？你还在这儿？你看一眼，你再说嘛。你喊什么喊？啊！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没教养！这事儿没商量啊！现在看几点了？马上去学习去，走。不是，我不喊了，我好好说行吗？我真的是问清楚了，学姐他们去年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机构走的，我刚刚也打电话问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自己打电话问一问吧。我真的好不容易问清楚了，你好歹让我试一试嘛，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韩娜，我们是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那学艺术那个东西是咱们这种人家学的吗？他们都是有那根基的，3代都是学艺术的。没有这个说法，不是说的父母学什么，孩子就必须得学什么的。他们学了艺术，毕业有门路，家长能给找。你只有谁给你找工作？你怎么养活自己？啊！这事到此为止啊，打住，以后不许再提了。别哭了，快回去吧。爸爸，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特别好的。我物理学的不好，那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物理。你好歹让我试一试好不好？满脑子歪门思想，我真服了。我跟妈妈怎么教育出来你的？我供着你吃，供你穿，给你花钱，给你读书啊，成我们不是了啊，成我们限制住你了，成我们束缚你自由了。我没那么说，我就是想学我想学的东西嘛。你们干嘛这么不能沟通啊？我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吗？我不是要往火坑里跳。你为什么非说艺术不是正经的专业？谁跟你说的呀？你这个岁数你小，你不懂，那种东西就不是咱们人家学的。你懂吗？你上网了解过吗？你自己清楚吗？你学过吗？你就说我在叛逆，我根本就没有，我是真的找到我自己想学的东西了。你真是要，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你真是要气死我了！你看都不看一眼，就看这个东西，你干嘛？这个东西，你干嘛？我告诉你，我就算是让你去学，我不会给你1分钱，你知道吗？那我自己挣钱，我不要你的钱，我不要你的钱。那你自己挣钱去吧，我看你自己能挣多少钱，来挣钱去吧。造孽呀！你有本事自己挣钱，你今天出这个门你就别给我回来。其实当时刚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一点懵，因为他说的是要退学参加艺考，我就想他要是从高中退学参加艺考的话，那他不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吗？拿不到毕业证的话，就算他考上了一个自己想要的艺术类大学，他也上不了呀。然后我就分析了一下这个题，我觉得这里说的退学可能不是彻底的从这个学校离开，可能只是说这段时间我不去上学了，我去北京参加集训。因为我是小县城出来的嘛，在我们那种城市是没有艺考培训机构的，如果是想要去考艺术类院校的话，是要去北京集训的。我是这个样子设计的。这个孩子呢，他之前就已经跟父母提出来想要学艺术，父母是传统家庭的父母，想要拒绝孩子呢，就以一个理由搪塞过去了，跟孩子说我们不认识人，我们没办法送你去，我们不了解这个市场，要不你自己想办法找。父母可能认为孩子提一嘴自己没有门路就放弃了，结果没有想到孩子很认真的去问了一些之前艺考过的学姐，或者是去自己打听了一些机构，还真的就找到了能送自己去参加艺考培训的一个方式。我的这一段故事就发生在了孩子找到了一个艺考培训机构之后跟父亲的对话。在这里为什么选择父亲，是因为我没有女演员跟我搭戏，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个母亲改成了父亲。如果这个孩子来自于一个开明的大城市的家庭，我认为大概率不会出现他跟父母说我想学艺术，父母不同意，还要退学，还要自己去跟父母抗争。大概
概率会孩子说了想学艺术，父母就会认真的问一下，那你真的想学吗？然后父母就会想办法送他去学艺术了。因为我身边认识了很多，他们是从本科就学了编导演的这些同学，他们就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要跟父母抗争，父母才让去学的状况，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发现你有这个兴趣特长，水到渠成的把你送到这条路上了。既然父母会反对他学艺术，那大概率是一个传统的原生家庭，这样传统保守的原生家庭是不可被说服的。因为我在网上有查了很多老师的演绎，他们通常会选用一段慷慨激昂的独白，讲自己多么的喜欢，自己多么的热爱这个，最后把父母给说服了。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到结局父母是不能被说服，所以说我就把我的演绎的结局就规定死了，他们最后一定是要以一个争吵来收尾，或者是一个沉默来收尾的。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社会经验，我在表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有逻辑，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一个18岁的孩子，他不可能有那么清晰的逻辑，尤其是当父母这个时候开始反对他，开始以父权施压的时候，他的大脑一定是混乱的。我绝对不能以我30岁的思维逻辑和辩论能力来替一个18岁的女孩去跟父母打辩论。相反，这个时候很委屈的哀求就比较符合一个10几岁孩子的特点。当然，我这个表演我自己演完了之后，我看了也觉得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我前面尝试将这个孩子给塑造成一个被原生家庭压迫，不敢为自己反抗，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还是被压迫，他是非常委屈的。结果到后面，他的父亲抓起他的东西摔在地上的时候，他也爆发了，他也开始摔东西发癫了。我认为这个地方更好的处理方式可能是看到父亲这种狂躁的行为，有点害怕，有点躲闪。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时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退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从高中退学参加艺考。结果后来一下反应过来，这个退学他不一定是要从高中退学呀，他可以从大学退学。比如说我念到大3，我突然觉得这个专业我太不喜欢了，我想学艺术，我从大学退学，我要去参加高中的艺考。这个都有可能，甚至可以从硕士退学，甚至可以从博士退学。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没有必要去装嫩，去演一个18岁的孩子，我可以就演一个30岁的女生，30岁了读到博士，突然想学艺术，回去重读一遍大学，然后跟父母产生的争执，我还不用装嫩。而且这个样子的矛盾冲突还能更强烈，你都读到博士了，你毕了业之后可能就要去某高校当讲师了，结果你突然全都不要了。演完之后才发现有更适合我的演绎方法，我又查了一下，发现网上那些发自己表演片段的都在演一个10几岁的孩子，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看到我这条视频的话，帮我审一下题，你们觉得这个退学是不是可以像我说的那个样子，从博士退学，还是说出题人的意思就是高中要退学参加艺考？如果饶雪漫老师您能够看到我这条视频的话，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您的直播间参加您的直播选角，跟您连线。我也听说了直播间的观众，大家的嘴都非常的毒，像淬了毒一样，非常的锐利。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一下网友的锐评了，谢谢大家，拜拜。